可是族长大人，您若是去了，先不说那其中的危险，难免会遭到玄冥世家的刁难啊。那是封锁的区域，就算他对您做出不利之事，也是。话到此处，楚汉鹏眉头紧皱的同时，眼中竟涌现出了一抹决意。族长大人，要不您留下看守楚风，我带您去。楚汉鹏说道。汉鹏，你不要担心，此次前去是由紫星堂长老陪同的，玄冥世家未必敢胡来。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可是当日玄冥世家在紫星堂外找麻烦的时候，紫星堂的人也都在，他们并没有出面阻拦，反倒是红衣圣地。族长大人，我看红衣圣地掌教为人心善，若是去的话，能否与他们同行？楚汉鹏问道。这终究是我族与玄冥世家的恩怨，岂能一直要他人帮忙？先不说我与红衣圣地也是萍水相逢，何况这次进去有何目的你也清楚，就注定不能与其他势力同行。好了，汉鹏，不用说了，这件事情必须我带族人去，你就留下来看守楚风，若是其他人看守，我也不放心。楚氏天族族长说道。之后楚汉鹏又尝试劝阻，可最终却还是没有扭过这位族长大人。次日，楚氏天族族长率领楚氏天族的精锐前往了紫星堂的深处，不仅仅是楚氏天族，另外9座势力也都是前往了紫星堂的深处，那里可是紫星堂的禁区。不过当他们进入禁区没多久，紫星堂就对外宣布了一件事，这一次盛会，他们为10大势力准备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便是让来自10大一气星域的霸主势力去紫星堂的禁地修炼，而这个禁地可不是寻常的禁地，乃是一处名为紫星异界的地方。此事传出之后，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身为紫星上界的人都知道紫星异界是什么样的地方。紫星异界是一个自远古时期便存在的世界，虽在紫星上界之上，可它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内，蕴含着极为磅礴的天地能量，并且其中还孕育了许多天地奇物。总之，那是一个极为适合修炼的地方，乃是修炼圣地。正因如此，紫星堂在统治紫星上界之后，才将紫星堂建立在了这个地方，因为那紫星异界的入口就在这个区域。相传紫星异界不仅是修炼圣地，其中更是蕴藏着传说中的宝物，只是那究竟是怎样的宝物，却不得而知。只知紫星堂自从掌控了紫星异界，都未曾停止寻找那宝物，只是找了这么久，却始终未能找到那宝物。可为了避免那宝物被外人所得，他们对那紫星异界的入口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把守。莫说是外人，就连紫星堂的人都不是能随随便便就进入其中修炼的。正因如此，对于紫星上界的人来说，紫星异界就是一处传说中的修炼圣地，是无数人所向往的地方。现在10大一气星域却得到了进入其中修炼的资格，他们不仅羡慕，甚至有些无法理解。他们想不通，为何紫星堂突然间对10大一气星域的势力这般好了，让他们自行寻找紫星藤花也就算了，居然连紫星异界这种蕴藏传说至宝的地方也让10大一气星域进入其中，难道就不怕那传说中的宝物被他们发现并带走吗？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次10大势力进入紫星异界，看上去是紫星堂的恩赐，可实际上却也危机四伏。之所以紫星堂没有当众讲这件事，而是事后宣布，那是因为紫星堂并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表面上他说让10大势力进入紫星异界修炼，这是一份重礼，是一份恩赐，可实际上他却交给了10大势力一个任务。紫星堂堂主给10大势力各自送了一颗石头，可这石头却不是寻常的石头，这颗石头可以吸取紫星异界内的天地能量，若只是如此，倒也没有危险可言。可偏偏这石头不仅能够吸取天地能量，还会吸引紫星异界内的异兽。紫星异兽乃是紫星异界内特有的怪物，那怪物非常强大，甚至有至尊境存在，所以带着那石头进入紫星异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可是偏偏紫星堂又提出了一个要求，10大势力之中，哪座势力所带去的石头所吸收的天地能量最强，紫星堂就会奖励那个势力一本尊境武技，并且是一本3段尊境。尊境武技何其珍贵，莫说对于楚氏天族，就算对于其他势力而言，那也是极为珍贵的宝物。若是能够得到3段尊境，那对于10大势力而言，很可能会改变各自势力的命运。更何况除此之外，紫星堂还给了另外一个诱惑，若是有幸寻得紫星异界内传说中的宝物，那么宝物将归其所有。虽说10大势力也清楚那传说中的宝物几乎是不可能寻得的，可终究也是给了他们一点期待，所以那些势力哪怕明知道有危险，却还是愿意去。可楚氏天族族长则是不然，他根本没有想着能够争得到那3段尊境，若是可以选择，他会选择放弃这次机会。甚至在晚宴之时，他就曾侧面表达不想进入其中。可谁曾想，令所有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紫星堂堂主竟然大发雷霆，直接说出了谁若是不去，就是不给他面子的话语。这番话已经说出，简直就是侧面威胁，言外之意就是所有人必须去，若是不去，后果自负。这种情况下，楚氏天族族长也是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进入其中。可是在进去的第一日，楚氏天族族长便带着楚氏天族的所有人退出了紫星异界。但不仅楚氏天族退出了，在第2日之后，红衣圣地也退出了紫星异界。众所周知，用那石头吸取天地能量是需要时间的，无疑时间越久，所得到的力量就越多。所以当比其他势力提前退出紫星异界后，也就等于弃权。此时紫星堂的一座恢宏宫殿内，有着一座奇异的大阵，一道身影便立在那大阵之前，这位便是紫星堂的堂主。此时他看着那座大阵，目不转睛，就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也好像
怕错过什么？大人，红衣圣地也退出紫星异界了。忽然，一位老者走了进来，禀告了此事。紫星堂堂主点了点头，他本不想过多理会，可是见那位老者竟迟迟不肯离去，这才转过身来对其问道：“还有事？”堂主大人，红衣圣地掌教遇到了极强的紫星异兽，险些丢掉性命。那位老者说道：“进去之前，我就与他们说了此事的危险性，别说受伤，就算死了也与我们无关。”紫星堂堂主说道：“可是堂主大人，当日也是您要求他们必须进去的。”那位老者说道：“你这是何意？莫非是在怪我？”紫星堂堂主凝声问道：“堂主大人，属下怎敢怪您？就算您直接杀了这些废物，属下也不会觉得您做的不对。他们本就是废物，是我们圣光天河的耻辱。若不是堂主大人您可怜他们，为他们举办盛会，他们早就被圣光天河遗忘抛弃了。其实属下是不解。”那位老者说道：“不解什么？”紫星堂堂主问道：“堂主大人，紫星异界乃我紫星堂的修炼禁地，那其中蕴藏着传说中的修炼至宝。从开宗祖师开始，直至今日，我们都未曾停止对那修炼至宝的寻找。为了防止那修炼至宝被他人所得，就连我紫星堂的人想要进入其中修炼，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行。可如今，您不仅让这10个势力进入其中修炼，还将如此珍贵的新饮石交给了他们，并且还强制他们必须进去，属下实在不解。”那位老者说道：“其实我也是无奈之举，你可知道我为何在这个时间让他们进入紫星异界？”紫星堂堂主问道：“紫星异兽平日里皆居住地底深处，唯有每年的特定日子才会到达地表觅食。可当紫星异兽来到地表之后，也会引起异界变化，至此紫星异界内的天地能量格外充裕，甚至就连传说中的修炼至宝都会隐隐而现。若是感应力够强，都能够嗅到那修炼至宝的气息。所以虽然这些日子是紫星异界最危险的日子，却也是修炼最佳的日子，更是寻找那修炼至宝的最佳时机。而最近就是寻找至宝的日子。往年堂主大人都会亲自率领我紫星堂精锐进入其中寻找那修炼至宝下落，不会浪费一丝机会。可是今年您不仅不进去，反而让他们那些废物进去，晚辈真的是不明白您这是为何？”那位老者回道：“你看此阵。”紫星堂堂主将手指向了其身前的那座大阵。那大阵虽然磅礴，可其中却没有复杂的内容，一片蓝色滚滚翻腾，就好像是一片汪洋大海，而其手指所指之处却有不同，那依旧是蓝色，可却有着奇异的波动。这就是那传说中的修炼至宝。每年到了这段日子，不仅紫星异界内能够感受到它的气息，就连这座大阵上也能够看到它的影子。我们都知道，这传说中的修炼至宝是真实的存在的。自从我紫星堂建立以来，我们就在寻找它，可这么多年了，我们莫说没能找到它，连它是何模样都不得而知。我们不是没有找，而是真的找不到。但现在我们却有一个机会。”紫星堂堂主说道。“机会？”听闻此话，那位老者也是目光变化。“你应该知道，我之前外出就是为了请求圣光天河内的最顶尖的预言大师洞察天师，我想请教一下他，我们紫星堂到底能否找到这件至宝？”而洞察天师也给予了我了指示。紫星堂堂主说道：“指示？难道这指示与10大遗弃星域有关？”那位老者问道。“正是，洞察天师告诉我，若是我紫星堂的人来找，这辈子也找不到那传说中的修炼宝物，但若是要10大星域的霸主势力来找，就可以找到。不过哪怕让10大星域的霸主势力，也是需要机会的，总共有3次机会，如今我们已经错失了2次。”紫星堂堂主说道。“错失了2次，这是何意？”那位老者问道。“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只有1次机会了，而这次机会就是今年紫星异兽出现的时候，所以我才在这个日子将那10个势力邀请到了这里。我甚至逼迫他们必须进入紫星异界之中，目的就是想让他们帮我们找到那传说中的修炼至宝。毕竟按照洞察天师所言，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若是今年我们再错过，可能从今以后都无法找到那藏在紫星异界内的修炼至宝了，任何人都找不到，哪怕圣光天河的家主帮忙也是找不到。这不是实力的问题，这是命运。”紫星堂堂主说道。“大人，现在属下知道了，之前是属下错怪了大人，还请堂主大人严惩。”那位老者扑通一声跪在了紫星堂堂主的身前。“起来吧，你乃是我的心腹，这件事我本就不该瞒你，可洞察天师说天机不可泄露，在那10个势力的人进入紫星异界之前，这件事情我不可对任何人说，所以你也不要怪我。”紫星堂堂主说道。“属下不敢怪堂主大人。”堂主大人，看来洞察天师的确不凡，因为此次的紫星异界的确与之前不同了。那处世天族族长就遇到了我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机遇，他如此弱的一个人，竟然发现了天地能量所形成的异象，并且还用新饮石将那磅礴的天地能量所吸收。不过也正因如此，他才被人抢夺了新饮石，且险些被打死。若不是我族长老在场，处世天族的所有人可能都要被灭口。话到此处，那位老者好像想到了什么，于是他的脸色突然大变。“堂主大人，该不会那处世天族族长就是命运中的人吧？”他之所以担心，是因为处世天族族长如今已是危在旦夕。倘若处世天族族长乃是洞察天师所说的那个命运中能够找到那修炼至宝的人，那他们紫星堂岂不是就失去了这次良机？这一点不必担心，这才只是开始。洞察天师说了，哪怕10大势力相互争斗，也不要去管，只要一切顺其自然，那修炼至宝定会被人找到。处世天族族长被人抢夺新饮石，也只能说是命中注定。紫星堂堂主说道。若是这样，那属下便放心了。听闻紫星堂堂主的话后，这位老者竟也是一脸的期待，甚至只要想一想，那么多祖辈都没能找到的修炼至宝将被他们找打，他激动的连身体都
都无法控制的颤抖起来。紫星堂的目的很简单，按照预言进行安排，只要有人真的能够找到那传说中的修炼至宝，他们紫星堂将会占为己有。至于所谓的那修炼至宝，谁找到了就归谁，这不过是一个谎言罢了。可是令紫星堂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有人泄露了紫星堂的秘密，有人将紫星堂与10大势力所讲述的事情泄露了出去，这也就导致紫星堂内外的所有人都知道紫星堂许诺给10大势力的事情了，这让紫星堂头疼不已。在他们眼中，10大势力不过只是棋子，莫说找到修炼至宝不会给予他们，其实就连3段尊境武技，紫星堂也没有打算给予10大势力，那不过是骗10大势力的谎言，骗他们努力的为自己做事罢了。可现在这个消息传出去了，并且大家都信以为真，这就让紫星堂骑虎难下了。先不说修炼至宝，单说那3段尊境武技就够紫星堂肉疼的了，难道他们真的要给吗？答案当然是不。紫星堂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势力，虽然他们在乎名声，可在利益面前他们还是会保全利益，但这件事的泄露仍使得他们名声受损，于是他们还是开始严查，究竟是何人走漏了风声。本来他们以为是10大势力的人传播出去的，可是经过调查之后，他们却发现传播出这个消息的竟然是紫星堂的人，并且还都是紫星堂的长老。最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其中竟然还有紫星堂内位高权重的太上长老。也难怪这个消息传出去，大家没有认定为是谣言，反而很快就信以为真了。紫星堂太上长老的话，谁敢认为是谣言？得知此事，紫星堂堂主勃然大怒，将那些长老全部抓了起来，并且准备施以严刑。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些长老无一例外竟然全部都不承认他们将这件事情泄露了出去。若只是如此，还谈不上诡异，最诡异的就是有许多人可以证明这些事情就是他们传出去的，并且绝对不是他人伪装，就是他们亲口所说。在他人作证之下，那些长老也是傻眼了。与此同时，紫星堂也意识到了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后来发现这些长老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都曾短时间的失去了记忆，至于在失去记忆期间做了什么，他们也不记得，本来没有当回事，可不曾想竟然在失忆期间做出了这种泄露紫星堂机密的事情。还是那座大殿内，还是那座阵法前，还是那位老者跪拜在紫星堂堂主的身后。其实此地乃是紫星堂最严密的禁地，连寻常的太上长老都不得入内。这位老者能有资格进入此地，因为他本就身份超然，他不仅是紫星堂的太上长老，他在紫星堂的地位更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除了紫星堂堂主外的最强者，因此他在整个紫星上界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他叫做庞悠扬。堂主大人，现在几乎可以确定，我族的那些长老都是被人控制了，是有人在控制他们，去向外人说出了我堂的秘密。说起来，他们也都是无辜的，乃是有人在故意坑害我堂。不过堂主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会尽快找出这个捣乱的人，属下会让他付出代价。庞悠扬对紫星堂堂主说道。听闻此话，紫星堂堂主转过身来，一脸严肃地看着庞悠扬，但他却并没有说话。堂主大人，您怎么了？被紫星堂堂主用这样的目光盯着，庞悠扬变得很不自在。悠扬长老，一直以来你都是紫星堂内我最信任的人，可是你为何不与我说实话？紫星堂堂主问道。堂主大人，属下一直对您忠心耿耿，从未有事隐瞒过堂主大人啊。庞悠扬说道。未曾隐瞒，这段时间你难道没有发现你也失忆过？紫星堂堂主反问道。听得此话，庞悠扬脸色大变，他忽然意识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的确失忆过。堂主大人，难道说属下也？庞悠扬睁大着眼睛，用那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紫星堂堂主。对，你也被人控制了，你其实也是泄露这个秘密众人中的一员，只是因为你身份特殊，所以没有人敢说出来罢了。紫星堂堂主说道。我竟真的也？庞悠扬脸色变得惨白，他与其他太上长老不一样，他的实力仅次于紫星堂堂主，他不仅是一位5品至尊境的修武者，并且已达到了巅峰，甚至已经触碰到了6品至尊境的门槛，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踏入6品至尊境。而他这样的修武者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控制，这说明那个控制他的人实力非常的强，至少远在他之上。堂主大人，这件事一定不是10大势力做的，他们没有这个本事，难道是我们的对手？庞悠扬问道。应该不是。紫星堂堂主摇了摇头。那到底是何人所为？庞悠扬问道。其实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这个人似乎与处世天族有些关系，你应该也有注意到过他。紫星堂堂主说道。堂主大人是说那个穿着蓝袍的老者？庞悠扬问道。紫星堂堂主点了点头。之所以会怀疑这位蓝袍老者，那是因为这个蓝袍老者最近在紫星堂内外可以说已经成了名。此人大肆宣扬处世天族内出现了一个绝世天才，甚至按照这位所说，那楚风虽然修为还没有达到至尊境，可却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且身上有特殊至宝，导致其战力极为强横，连3品至尊都不是其对手。若只是如此，倒也不会令紫星堂怀疑。最重要的是，此人来路不明，他并不是紫星上界的人，可偏偏此人的实力连紫星堂堂主都是看不透，并且此人十分狂傲，明明在紫星堂地盘做客，可却连紫星堂都不放在眼中。就在昨日，他更是与紫星堂长老发生摩擦，当众打伤了紫星堂的长老，更是放话说区区紫星堂不过一群蝼蚁，这是何等的狂妄！得知此事，紫星堂所有长老皆是震怒，就连紫星堂堂主也是亲自出面想会一会这个蓝袍老者。可不曾想，紫星堂堂主赶到后，那蓝袍老者便逃走了，所以此事
倒也就此作罢。此人的确可疑，其实属下也怀疑过，操控我族长老泄露我族秘密的事情，可能是他做的。但这个人畏惧堂主大人，已经逃走了呀。不过自从他出现，就一直都在夸赞处世天族那个叫做楚风的小辈。依属下看，此人很可能与处世天族有关。对，他一定是和处世天族一伙的。想不到处世天族看上去老实，竟然如此卑鄙。属下这就去教训他们。那庞悠扬说话间便准备向外走去。等一下！见状，紫星堂堂主却是开口阻拦。洞察天师说过，在此期间不可对10大势力施加武力，一切都要顺其自然。紫星堂堂主说道。可是堂主大人，处世天族已经离开了紫星异界，已经被淘汰了呀。就算那修炼至宝被找到，也定然与他们无关。庞悠扬说道。这还用你说吗？难道我会不懂？但命运这个东西是我们都看不透的，为了以防万一，还是等一等吧。反正无论是处世天族还是那个蓝袍人，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区区遗弃星域的垃圾，胆敢与我紫星堂作对，我会让他们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紫星堂堂主说这话的时候，在他的脸上不仅挂着浓浓的自信，在他的眼中还有那蠢蠢欲动的狠辣。虽说能够进入紫星异界的只有来自10座遗弃星域的势力，可也正因紫星异界大名鼎鼎，所以紫星堂内外的所有人几乎都在讨论着这件事。人们讨论的有主要3点：一、10座势力哪一座最有机会得到紫星堂准备的大礼？3段尊敬武技。2、10座势力能不能找到那传说中的修炼至宝？3、紫星堂为何突然带10座势力如此之好？第2点其实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讨论的很多，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10座势力是无法找到那修炼至宝的，毕竟紫星堂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找到，10座势力怎么可能找得到？而第3点，害怕惹怒紫星堂，大家也都是私下讨论，因此众人讨论最多的乃是第一点。而因为那个神秘的蓝袍人大肆宣传楚风的本事，所以人们都觉得处世天族很可能会是一匹黑马，并且蓝袍人实力强横，更是当众羞辱过紫星堂，还打伤了紫星堂的长老。虽然后来因惧怕紫星堂堂主而逃走，可人们还是觉得他所言多半是真的，并且此人定然与处世天族有着极大关系，否则如他这样强横的人物，为何要一直宣扬处世天族的事迹？可忽然雷鸣阵阵，天地大变，竟有异象自紫星堂深处传来，那乃是一大片白云。白云这种东西太过常见，本不该与异象联系在一起，可偏偏此时出现的白云是如此的不同凡响。白云之中有雷声响动，那雷声极为刺耳，可却看不到闪电，并且那白云似滔天巨浪，似乎云层海啸自紫星堂深处出现，随后肆虐于浩瀚天际，不过顷刻之间就覆盖了整片虚空。众人皆知修武者所视范围极远，可那白云却覆盖了众人视线所及之处的所有地方。但若只是如此，还谈不上是异象。而人们之所以认为此云乃是异象，乃是因为那茫茫白云之中竟散发着神圣的气息，那气息笼罩下，所有人都能感受得清清楚楚。正因那神圣之感太过强大，甚至让人们对那白云都是不敢有一丝亵渎，反而连目光都是充满了敬畏。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会出现如此神云，并且还是从紫星堂深处扩散开来？众人猜测不断，可忽然间那白云竟然有了变化，在那白云上方竟然出现了图案，而那图案竟然还会动的。仔细观看，白云之上所浮现的乃是一张巨大的地图，但那地图却是活的，里面的一切都是活灵活现，甚至那地图之内还有人在活动，还有人在争斗。快看，那不是龙凤仙阁的人吗？那里是苗氏天族的人。天哪，难道说那就是传说中的紫星异兽？好可怕的样子！原本茫然的众人很快又再度陷入了沸腾之中，他们终于知道那茫茫白云所浮现的地图是什么了。原来它所映射出的乃是紫星异界。那对于众人来说，原本神神秘秘，甚至这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真容的紫星异界，此时就这样浮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怎么会突然这样？为何紫星异界的情况会从异象之中浮现而出？众人猜测不断，可实际上不解之下，纷纷将目光投向紫星堂的人，想从他们身上得到答案。但实际上就连紫星堂的人也傻眼了，对于这样一幕，他们也是一脸茫然。可如紫星堂堂主和那位庞悠扬却是变得狂喜，尽管他们还在那禁地之中，可因为异象的声音太大，连他们也被惊动。在禁地之内向外观望，他们也是发现了那封锁虚空的异象，而再看那座大阵，竟然连禁地内的大阵都有了变化。那大阵之内散发出了与那异象相同的神圣气息，而那神圣气息，这个是源自于阵法之中那件修炼至宝洞察天师果然料的。此时无论是紫星堂堂主还是庞悠扬，都是对洞察天师赞不绝口。眼前的这一幕可是他紫星堂创建以来都未曾发生过的。先是紫星异界内的异象，紧接着这异象竟然冲出异界来到了外面，这种种变化他们都觉得是洞察天师的功劳，是洞察天师给予了他们这个机会。看着如此异象变化，他们越发相信传说中的修炼至宝多半是要被他们寻找到了。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异象，人们起初难以置信，到后来却不得不信。虽仍被那异象所震撼着，可心中的震惊却渐渐压制了下去。他们也开始从猜想这异象为何会出现，转变为去关注那紫星异界内的情况。但很快人们发现，那被神秘蓝袍人吹得无所不能的楚风根本就不在紫星异界之内，就连整个处世天族也都不在紫星异界之内，这让人们感到不解。难道说出处世天族并没有进入紫星异界？可在众人不解之际，紫星堂经过高层音乐说出了关于处世天族的事情。当得知
楚氏天族刚刚进入紫星异界，便因惧怕危险逃离而出，而那楚风更是谎称生病，始终未曾露过面后，人们对楚风的印象顿时大打折扣。一时之间，不仅楚风和楚氏天族成为了众矢之的，就连那宣扬楚风乃天纵奇才的蓝袍人都开始被众人所攻击。大家觉得此人乃是故意欺骗大家，那楚风根本就不是什么天纵奇才，楚氏天族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垃圾。自从10大势力进入紫星异界，已经过去了10几日，而距离楚风陷入昏迷已经过去了20几日。终于，沉睡的楚风渐渐醒来了。当楚风苏醒之时，不仅那缠绕着他的毒物尽数消退，楚风的精神状态竟然比那毒物爆发之前还要好了许多，并且在楚风的脸上竟然还挂着喜悦之色。真是想不到，竟然因祸得福。楚风心中叹道：因祸得福。楚风他的确是因祸得福。楚风起初被那毒物所折磨，因为毒物太过强势，楚风竟然难以承受，已经到达了意识模糊的地步。那段时间，楚风与一切都断绝了联系，他所能感受到的只有痛苦。可后来，楚风体内的结界血脉竟主动出来保护楚风，与楚风毒物进行抗衡。值得一提的是，血脉之力与毒物对抗，不仅没有危及楚风性命，反而还使得毒物的力量稍稍被压制。只不过在毒物太强了，那血脉之力自主的保护下，压制效果虽有，但效果并不是很好，但却也使得楚风渐渐恢复了意识。当意识到自己的结界血脉能够抗衡体内毒物后，楚风便开始催动自己的结界血脉与其那毒物进行对抗，想要将毒物压制下去。而在此期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楚风他又感受到了那个特殊的存在。这个特殊存在潜藏在楚风的结界深处，楚风是在突破到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之后才发现他的。此物形态似龙，却又非龙，但气息极为神圣，体内更是蕴含强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对楚风而言，有着极为强大的诱惑力。当初发现他时，楚风就曾想要去其沟通，可是精神力刚刚触碰到他，楚风便立刻遭到了冲击，整个人都差点瘫掉。从此，楚风再也不敢去感应他，更别说是与他沟通了。可不曾想，眼下楚风催动结界血脉压制毒物的时候，这神秘存在竟突然出现，这让楚风非常恐慌。可接下来令楚风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神秘存在不仅不再若隐若现，反而主动向楚风靠近，并且他不具备敌意，反而尽显善意，这让楚风意识到这神秘存在很可能是要帮助自己。随后，楚风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决定再次尝试与其沟通。可不曾想，这一次竟然极为顺利，竟然真的沟通成功。得到这股力量的帮助后，楚风开始彻底压制毒物，而当那毒物被彻底压制之后，那神秘存在竟然与楚风融为一体，成为了楚风结界血脉的一部分。当楚风醒来之后，他更是能够感觉到那股神秘力量的强大，那力量不仅帮助楚风压制体内的毒物，更是使得楚风整体都变得更强。正常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只能拥有堪比1品至尊的战力，可楚风现在却拥有了堪比2品至尊的战力，再加上九龙圣袍以及楚风那血脉之力的力量，楚风的结界之力已经拥有堪比4品至尊的战力。之所以会有如此改变，正是因为楚风融合了那股神秘力量。可若不是毒物缠绕楚风，若不是血脉之力自主守护楚风，也许那神秘力量也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主动帮助楚风。楚风在短时间之内也就根本无法掌控这股力量。怎么会这样？可是刚刚醒来，楚风又立刻闭上了眼睛，因为楚风他竟然又感觉到了那神秘力量的存在，并且那神秘力量如楚风第一次发现它时一样，它不仅威严神圣，充满神秘，更是若隐若现，好像随时都会消失。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已经掌握它了，那力量明明已经与我相融合了，怎么又会突然出现？难道我失败了？那力量又脱离了我的身体？楚风有点害怕了，还以为自己失去了那刚刚掌握的力量，但很快他却又发现那刚刚掌握的力量还在自己的体内，他的确是已经掌握了那力量。可既然那神秘力量已与楚风融合，那么此时出现的神秘力量又是怎么回事？不对，这个神秘存在比我融合的那股要强大数倍不止，就连形态也是不同，比我得到的更为巨大。难道说这是全新的力量？若真是如此，那么假如我能够将这股全新力量融合的话，那岂不是说我的战力还能提升？难道说这才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真正的力量？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力量根本就不限于1品至尊的战力，而是可以掌握更为强大的力量。有了这个猜想之后，楚风开始认真观察，最终楚风确认了自己的猜测。这种情况下让楚风越发的兴奋起来，不可避免的，楚风也想要掌握这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想到这里，楚风变得格外兴奋。他掌握一重神秘力量后，结界之术的战力已经得到提升。楚风很想知道，若是再掌握一重，他的结界之术战力会提升到什么层次？虽说如今的楚风武力修为遇到瓶颈，久久未能突破，可倘若结界之术战力能够提升，那对楚风来说却也同样值得高兴。于是，在这巨大的诱惑下，楚风出手了。他运用自己的精神力，小心翼翼地去与那神秘力量沟通，并且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和融合神秘力量的经验后，楚风觉得自己的结界血脉也许对那神秘力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于是，楚风不仅释放出精神力，他的精神力还结合了自己的结界血脉，以此去沟通那股更为强大的神秘力量。只是楚风刚刚触碰到它，便遭受到了冲击，不仅全身麻痹，就连灵魂都受到了冲击。那一瞬间，楚风简直觉得自己好像触碰到了死亡的边缘，因为太过痛苦，楚风更是发出了一声哀嚎。这一次的冲击竟比第一次还要凶猛许多，凶猛到楚风失去了知觉，
过了好一会之后，才渐渐恢复。而当楚风恢复知觉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也是在楚风耳边响起：“楚风，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听到这个声音，楚风则是赶忙睁开眼，这才发现他自己躺在一座寝殿之内，而楚汉鹏则是站在自己的身前，一脸紧张地看着自己。太上长老大人，我没事。楚风说道。没事了吗？太好了，楚风，你总算醒过来了。向来冷漠的楚汉鹏此刻竟然落泪了。太上长老大人，您别哭啊，我不是已经醒了吗？楚风安慰道。不哭不哭，年龄大了，不中用了。楚汉鹏擦拭着眼泪，苦笑了起来。可能他都不知道，他其实是这段时间承受的压力太大，所以当看到楚风醒来后才会失控。太上长老大人，我昏睡了多久？我们现在是在紫星堂之内吗？楚风连连问道。这些日子，楚风一直在此专心地运用结界血脉与那毒物抗衡，对于外界的事，他根本不知晓。莫说此时醒来的地方陌生，这些时日发生了什么，有人在他身旁讲了什么，他也是全然不知。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见楚风已经恢复如初，楚汉鹏也是激动不已。随后，在楚风的追问之下，楚汉鹏也是将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大概告诉了楚风。当然，楚汉鹏也是报喜不报忧，他只说了好的事情，比如玄冥世家找他们麻烦，结果红衣圣地出手相助，让玄冥世家丢尽脸面；而楚氏天族进入紫星异界修炼的事情，他也说了。可那些不好的事情，他却并没有说，比如紫星异界内如今有多危险，比如他们的族长大人已身负重创，这些他都是闭口不提。族长大人呢？他现在还在那个紫星异界之内。楚风问道。楚风本是随口问问，可是他此话问出后，却注意到楚汉鹏的脸色有了变化。尽管那变化一闪即逝，可却仍让楚风察觉到了不对。于是楚风赶忙起身，一脸凝重地看着楚汉鹏。太上长老大人，你与我说实话，族长大人他是不是出事了？楚风，你见楚风如此模样，楚汉鹏也知道他是隐瞒不了了。于是楚汉鹏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风。当初进入紫星异界，便是被紫星堂强迫的。本来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可当被强迫之后，人们就都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起初就连楚氏天族族长也是心中忐忑。先不说那星陨石会引来紫星异兽，单说进入其中后，若是玄冥世家来找麻烦，也是够受的。因此当其他势力为了获得那3段尊境，甚至为了找到那传说中的修炼至宝，纷纷向紫星异界的深处挺进的时候，楚氏天族族长却带领着楚氏天族的族人在紫星异界的外围徘徊，为的就是想要避免危险发生。而每个势力都是由紫星堂的长老跟随的。眼见着楚氏天族族长竟然都不肯深入，反而在天地能量最为薄弱的外围徘徊后，就连紫星堂的长老都怒了，甚至他竟逼迫着楚氏天族必须向紫星异界的深处挺进。为了避免族人遭殃，无奈之下，向来正直的楚氏天族族长只好使用特殊手段，他将楚风从玄冥世家那里所要来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几件赠予了那位跟随楚氏天族的紫星堂长老。收到好处之后，那位紫星堂长老虽仍鄙夷楚氏天族族长这种逃避的行为，可却也不再逼迫楚氏天族向紫星堂深处挺进。本以为楚氏天族能够躲过一劫，可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在紫星异界外围兜转的楚氏天族竟然发现了异象。那异象乃是一团极为磅礴的天地能量所汇集而成。当楚氏天族族长靠近之后，其身上所携带的星陨石便立刻发挥了作用，将那天地能量吸入了星陨石之中。可因为那天地能量太过磅礴，在吸收过程中竟使得异象变得更为凶猛，甚至波及了半个紫星异界。异象遮天，自然会引起他人注意，也正因如此，引来了祸端。有其他势力赶到，不仅抢走了那吸取了异象的星陨石，更是重创了楚氏天族族长。族长大人呢？他现在何处？快带我去！楚风说道。而楚汉鹏也未犹豫，带着楚风来到了楚氏天族族长养伤的地方，一座大殿之内。楚氏天族的高层长老们皆是聚于此处，而大殿的中心则是一座正在运转的疗伤大阵。在那疗伤大阵之中，楚风可以看到楚氏天族族长的情况。族长大人，如今不仅性命攸关，更是惨不忍睹。尽管这些日子以来，楚氏天族的高手们都在努力为其疗伤，可楚氏天族族长却仍是皮开肉绽，早已面目全非。不仅仅是表面的，内部更是严重，骨头碎裂，经脉尽断。而身体的伤有多重，灵魂的伤就有多重。正是因为伤及灵魂，才导致楚氏天族这么多高手连让其肉身恢复都做不到。族长大人，是因帮紫星堂才进入紫星异界，负伤如此之重，紫星堂没有人派人医治。楚风问道。其实我也曾找过紫星堂，可他们却说个人恩怨，他们不会插手。楚汉鹏说道。个人恩怨不会插手，很好。楚风此话说完，气得咬牙切齿。在他看来，紫星堂此举明明就是见死不救。不过楚风并未过多沉浸于仇恨之中，而是立刻布置阵法，开始为楚氏天族族长疗伤。在楚风的大阵之下，楚氏天族族长的肉身开始恢复，就连气息也变得不再那样虚弱。看到族长大人的性命被楚风硬生生的从地狱大门拉了回来，楚汉鹏以及楚氏天族在场的高手都是激动的泪流满面。这些日子他们每天都很担心族长大人死去，而现在虽说族长大人依旧陷入昏迷之中，可他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族长大人已无性命之忧，这让他们放心下来，同时那种委屈的情绪也得以释放。于是哭声弥漫整座大殿之中。哭有什么用？哭能解决问题吗？楚风站起身来，扫向众人。尽管此地的人皆是楚风的长辈，可楚风看他们的目光却是恨铁不成钢。天下之人大多欺软怕硬，他的这些长辈
何尝不是如此？可值得一提的是，楚风以小辈身份斥责长辈，这些长辈们不仅没有反抗，反而吓得身体一颤，随后默默地擦拭了泪水。今非昔比，楚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人人喊打的弃子，而是他们所有人的依靠，就连族长大人也不例外。太上长老，先前你就遮遮掩掩，不愿告诉我那打伤族长大人的势力究竟是谁？你是打算继续隐瞒下去，还是现在告诉我？楚风将目光投向楚汉鹏。楚风，我这样做不是庇护那个势力，而是想要保护你。楚汉鹏说道。楚风，太上长老大人说的没错，我们不是故意隐瞒，真的是想要保护你，因为你不是那个势力的对手。是啊，楚风，你千万不可乱来啊！你现在是我们楚氏天族的希望，你若是出事，我们怎么办？紧接着，在场的其他长老也是纷纷开口，他们的立场竟然一致的相同，都不想让楚风去报仇，保护我。看着众位前辈此时的模样，楚风一阵冷笑。我被认为是无法修炼的废物，被家族遗弃的时候，你们为何不保护我？听闻此话，众人似是受到惊吓，又似是无言以对，全都愣住了。我在祖武下界，在百炼凡界，甚至在大千上界受人欺凌的时候，你们为何不保护我？楚风再度问道。众人面露惭愧，皆是低头不语。其实楚氏天族内不是没有人保护过我，不过那些曾站在我身前将我护在身后的人，似乎诸位前辈并不在列。若是指望你们保护我，楚风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现在你们出来和我说保护我。楚风话到此处，嘴角的冷笑更浓，而那些人脸色惨白，面容之上已不仅是惭愧，他们开始害怕。我问诸位一个问题，身为楚氏天族族人，在我族常大人被人打成重伤后，可有去找过那个势力报仇？忽然楚风问道。楚风，我们不是不想报仇，而是就算去也是白白送啊。是啊，可比我们强大太多的势力作对，那就是找死。终于他们开口了，可他们这一开口却也等于回答了楚风的问题。当族长大人被重创，甚至险些丢掉性命后，他们并未报仇，甚至都没有这个打算。说的这么清新脱俗干嘛？直接说你们怕死不就行了？楚风冷笑道。他们哑口无言，可楚风脸上的怒意却是越来越浓。你们不予回击也就算了，还对我隐瞒他们身份，不让我去报仇，还美名其曰是在保护我。其实你们是害怕我去找他们报复，然后给你们惹来麻烦吧？你们自己问问你自己，你们这样做到底是想保护我，还是想保护你们自己？楚风再度问道，语气越发激烈。楚风，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可是你的前辈。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竟然反驳楚风。前辈，好一句前辈。那前辈，我想问一问，当初养育我、培养我、保护我的，为何不是你？说呀，为何不是你？楚风凝声问道。那位不知如何回答，反而被吓得气势，吓得冷汗直流。但楚风却没有一丝怜悯，更没有一丝愧疚。楚风也知道他这样与前辈说话不对，可就算不对，他也要这样做。当初回到楚氏天族，楚氏天族多少人针对楚风，除了少数族人外，真正保护楚风的便是族长大人。若不是族长大人，楚风将会被自己的族人扼杀。所以族长大人对楚风而言太过重要，他是楚风真正意义上的亲人，他是楚风真正想要保护的人。有人胆敢动他，不管那人是谁，楚风都必要其付出代价。可是这些人在族长大人被重创之后，竟然选择隐忍，楚风怎么能忍？忽然楚风将手指向在场的所有人，再度凝声说道，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楚风为楚氏天族所做的一切，可不是因为你们，而是因为那些把我当成亲人的人们。我楚风向来只对我在乎的人好，你们不过是沾了他们的光。楚风面容凝重，声音震动，整座大殿都在颤抖。与此同时，楚氏天族这些前辈的身体也在颤抖，他们能够感觉到此时的楚风是真的动怒了。猛然间，殿门被楚风一脚踹开，楚风要走，可走出门口之际，却又驻足回头。不用你们说，我也能查到是谁做的，而我要做什么，你们应该能猜到。若要怕了，就赶紧走吧，离开这里，离开楚氏天族，离开修武界，因为你们可能不配做一名修武者，更不配做楚氏天族的族人。楚风真是越来越过分了，竟然这样没大没小。就算他修为再强，可我们终究是他的长辈，他怎能如此挖苦我们？楚风走后，那些先前连屁都不敢放的长老们纷纷开口了。难道他说的不对吗？然一道质问的声音响起后，那些长老再度闭上了嘴巴。只因这说话的乃是楚汉鹏，保护楚风的人。我楚氏天族不是没有，但并不是我们。族长大人被重创，我们选择忍让，可以说是不想以卵击石，但也可以说是没有血性，更是不可避免的被认为是懦夫。楚风所说的话句句在理，有何不对？楚汉鹏继续问道。众人低头不语，脸色甚是难堪。是啊，他们也都知道自己不对，只是人性如此，哪怕知道自己不对，却也不愿被人批判。也许我们是时候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自己了。楚汉鹏此声叹息，意味深长。他们的做事方法一直未曾变过，面对弱者他们强硬，面对强者他们软弱，这样的保守派作风使得他们守住了大千上界的霸主地位。可无论是当初的楚汉仙，还是后来的楚轩辕，还是如今这位楚汉仙与楚轩辕的后人，他们三个都有一个相同的特性，那就是不惧强者，敢于对抗强大的存在。而偏偏让楚氏天族名声大振的正是这三位，尤其是楚风，他已经让楚氏天族走出了祖武星域，进入了圣光天河。不管如今外界对楚氏天族的声音是如何，可至少他让楚氏天族走到了这一步。于是楚汉鹏开始反思，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自己，可他们不该再约束楚风。楚风想打探消息自然容易，他已经知道那重创楚氏天族族长的势力是谁。星宿仙岛这个势力
之所以能够让楚汉鹏等人如此恐惧，也是有着原因的。星宿仙岛乃是10大势力中最为强横的一个，尽管星宿仙岛的岛主也只是4品至尊，其修为与龙凤仙阁、苗氏天族以及烈火书院的掌教相同，可此人修炼的星宿仙法已至大成，导致其战力惊人。据说之前因为一些摩擦，诸天门、九星天山、风雷剑派、龙凤仙阁、烈火书院、苗氏天族这6大势力的掌教曾联手对付星宿仙岛的岛主，但结果竟是不敌。此人战力有多强横，可以想象。但在楚风眼中，星宿仙岛却不足为惧。如今的楚风已经融合了神秘力量，虽是结界之术的力量，可若施展全力，战力也可达到4品至尊。同等战力，楚风还从未败过，怎么会怕他？楚风有些担心的乃是紫星堂。那紫星一姐乃紫星堂的禁地，而楚氏天族已经弃权，且新饮石被星宿仙岛夺走，楚氏天族显然已经没有资格再进入其中。他若是要进去，楚风不能确定紫星堂是否会同意。可令楚风意外的是，当他找到紫星堂的人，表示他想进入紫星异界后，紫星堂的人竟然立马同意，并且还派了一名长老跟随楚风同行。颇为有趣的是，这名长老竟然还是一位有些姿色的女长老，她的年龄其实不小了，已有1000岁。可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这位长老显然格外的爱美，她的容貌仍保持在少女的样子，就连性格也与少女一般，根本没有一个1000岁人物该有的沉稳。你就是那个楚风吧？之前听说你病了，现在是好了吗？他们都传闻你是装病，但我看你这病好像不似装的，你为何要一个人进入紫星异界？该不会是想要复仇吧？难道你真如传闻一般，是龙纹级圣袍，且拥有堪比3品至尊的实力？这位长老眨巴着大眼睛，在他那可爱的脸上写满了对楚风的好奇，而楚风则是不言不语，快速前行。面对冷漠的楚风，这位女长老倒也不生气，她完全没有紫星堂长老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反而就像是一个跟屁虫一样，跟着在楚风身后又蹦又跳。这2位明明年龄差距悬殊，可却好像调换了身份。楚风他更像是活了1000年的人物，而这位长老则像是一个处事不深的小辈。一路深入，2人很快便来到了紫星异界的境地。但在紫星异界的入口处，楚风却停了下来，他抬头观望，看了一眼虚空之上那遮蔽虚空的异象后，才踏入紫星异界的入口之中。见状，那名长老也是赶忙跟了进去。这个家伙可是刚刚穿越那道大门进入紫星异界，那名女长老便愣住了。楚风明明只是先他一步踏入这紫星异界而已，可当他跟着进来之后，却发现楚风竟已经没了踪影。想甩开我？没门！这位美女长老倒也聪明，第一时间就意识到楚风是故意甩开他的，他没有贸然去追，反而是身形一转，从大门走了出去，离开了紫星异界。其实他是想要通过天空上的那个异象找到楚风的位置，然后去找楚风。可是当他走出紫星异界后，却发现负责看守紫星异界入口的所有长老竟全部举目观望，将目光凝视在相同的方向，并且在他们的脸上竟然挂满了震惊之容。见此情形，那名美女长老也是赶忙将目光投了过去，这才发现众位长老所看之人乃是楚风。楚风正在紫星异界内前行，只是他的速度非常之快，这种速度绝非一个小辈可以拥有，甚至就算3品至尊也是难以达到。而楚风所前往的方向乃是星宿仙岛，一位太上长老所行的方向。星宿仙岛抢夺了楚氏天族族长的新饮石，便导致他们有2颗新饮石。为了起到更好的效果，星宿仙岛兵分2路，由岛主带领一部分人，而另外一部分人便是这位太上长老带着。难道说这个家伙他真的是要复仇？这样一来倒是有趣了。看到楚风目标明确，再回想起楚风先前注视那异象的行为，这位美女长老竟目露喜色，随后身形一转，便再度进入紫星异界之中。紫星异界深处，星宿仙岛的众位高手正聚在一地，这里他们发现了一股更为浓郁的天地能量。太上长老正在运用新饮石吸收这股天地能量，看来3段尊敬非我们莫属了。莫说岛主大人从楚氏天族那里抢来的新饮石，只是太上长老大人手中这块新饮石已是吸收了极为磅礴的天地能量，那3段尊敬武技自然是我星宿仙岛的。我星宿仙岛所到之处皆是退避，谁敢与我们争？在太上长老大人专心吸收天地能量之际，星宿仙岛的其他人则是交谈着，话语之中竟显得异域优越，也毫不掩饰地讽刺着他人。不过要说的话，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个楚氏天族。虽说在我星宿仙岛面前，任何势力都要规矩做人，可像楚氏天族那么怂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是啊，当日岛主大人教训他们的族长，那群族人连个屁都不敢放，被吓得全部跪在地上。我看有几个人竟然都被吓得尿裤子了，那可是修炼了几千年的人啊，我看岁数都活到狗身上了吧。这样的势力是怎么成为一方星域霸主的？当初的无名一族可比他们强多了。星宿仙岛的众人提到楚氏天族之后，更是更笑连连。可忽然他们收起笑容，一个个将警戒的目光看向了同一个方向。原来有一个身影靠近了，只是当他们看清这位靠近之人后，原本紧张的脸上却再度绽放起讽刺的笑容，因为那位来者乃是一个楚氏天族的小辈，还以为是谁，想不到是楚氏天族的废物。不对啊，听闻楚氏天族的人已经被我们吓得逃离了此地，难道没走吗？估计是和家族走散了，所以都不知道他们的家族已经被我们吓得落荒而逃了吧。可怜的小废物，看他那无知的蠢模样，可能都不知道我们是谁吧。看到楚风之后，再度讽刺的笑出声来，且他们看待楚风的目光充满藐视与戏谑。在他们看来，楚风就是真正的蝼蚁，他们随便动动手指都可以将楚风抹杀，好笑吗？
楚风也笑了，不过楚风的笑容中没有讽刺，而是怜悯。看到楚风这样的笑容，星宿仙岛的众人皆是一愣，一只蝼蚁凭什么怜悯他们？这让他们心生怒意。就你这种废物，也胆敢这样看我们，真是找死！其中一位怒气冲冲地向楚风走去。见此情形，星宿仙岛的众人皆是冷笑连连。他们觉得楚风死定了。他们知道此时向楚风走去的那位是一个什么样的脾气，他要么不出手，当他出手之后，便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活下来。可那位刚刚靠近，只见楚风抬手一掌，砰的一声，那位便倒飞而去。一切发生的太快，当人们反应过来之时，那位的身体已是飞出万米开外，镶入了巨石之中。他不仅血肉模糊，更是没了气息，他已经死了。这小子！见此情形，星宿仙岛的众人第一反应并非恐惧，而是愤怒。他们可是星宿仙岛，而楚风不过楚氏天族小辈，这种废物怎敢杀他星宿仙岛的人？这不仅是死罪，更是灭族的大罪。于是道道威压如狂风巨浪向楚风扑杀而去。虽然只是威压，可却杀意纵横。他们没有丝毫留手之意，就是奔着抹杀楚风而去的。事实上，当日抢夺楚氏天族族长手中那星陨石的时候，若不是有紫星唐长老在场，他们便已大开杀戒。眼前这种情况，他们自然不会留活口。可面对那汹涌来的威压，楚风只是冷哼一声。猛然间，楚风的体内有耀眼的光芒涌现，那是结界之力。结界之力看着神圣，实则刚猛无比。星宿仙岛众人的威压，在那结界之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一切来得太快，那些人还未反应过来，威压已被粉碎，结界之力更是如同千军万马来到了他们近前。一时之间，惨叫连连。不过眨眼的功夫，星宿仙岛在场的一众高手全部被掀翻在地。这样的动静，就连那位本运用星陨石专心吸收天地能量的太上长老也是不得不观察。而这一观察，就连他也是眉头紧皱。星宿仙岛的高手们不仅全部躺在地上，几乎所有人都是鲜血淋漓。虽然没有人死，可几乎所有人都只剩下了一口气，连动弹一下得了奇都是没了。不管是何境界，不管是何修为，他们竟遭受了相同的创伤。这明显是故意为之，但却也有着极大的难度。结界之力，看着那仍在天地间飘动的光芒，这位太上长老知道是何等力量将他的族人重创成这个模样了。你就是那个楚风？那位太上长老看着楚风凝声问道。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能够如此轻松击败他星宿仙岛众人，他猜测唯有那个小辈楚风。可哪怕已经知道这位便是那位传说中的天才楚风，可星宿仙岛的这位太上长老看向楚风，仍是藐视的目光。他就是有着这份自信，因为他乃是星宿仙岛除了岛主之外最强的存在。不敢说话，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小子，胆敢对我们动手，不管你是否承认你的身份，但你都是犯下了死罪。不仅你要死，你们楚氏天族也休想安宁。那位太上长老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杀意。然而楚风却没有理会，而是将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位太上长老手中的星陨石。忽然，楚风的手掌隔着虚空对着星陨石抓去。猛然间，狂风大作，犀利倒涌，那位太上长老手中的星陨石竟难以握住，脱手而出。当其反应过来之际，那星陨石已是落入了楚风手中。这一刻，那位太上长老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先前还藐视楚风的他，此时眼中已经布满恐惧。本来他还想要抹杀一下楚风，替那些被楚风重创的人出气，可是此刻他忽然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楚风的对手。这个楚氏天族的小辈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你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可是星宿仙岛之人。眼见不是楚风对手，这位太上长老赶忙将自己的势力抬出来，想要以此来吓退楚风。可楚风却是冷笑一声：我知道你们是星宿仙岛的人。你这狂徒，既知道我们是星宿仙岛的人，还敢对我岛之人出手？那位太上长老大人问道。楚风淡淡一笑：我打的就是你们星宿仙岛的人。楚风此话说完，竟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那位太上长老身前，一拳轰出，直奔那位太上长老面门轰去。那位太上长老本来还想要闪躲，只是奈何楚风的速度实在太快，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楚风的拳头向他袭来，却是躲闪不及，一拳击中，那位太上长老倒飞而去，狠狠地落在了地表之上。落地之时，他已脸庞扭曲，动弹不得。可楚风却是紧跟上来到其身前，只见楚风双臂摆动，他的拳头便如暴雨一般不断地砸向那名太上长老。一拳、十拳、百拳、千拳，拳拳到肉。当楚风收手之时，那位太上长老已是面目全非，筋骨寸断，连一丝知觉都没有，看上去跟死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可以说，楚风身下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滩鲜血。但他并没有死，他还有一口气。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楚风要杀也是要杀星宿仙岛的岛主，毕竟是他险些杀了楚氏天族族长。不过他们羞辱楚风，羞辱楚氏天族也是大罪，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在楚风眼中，他们虽然已经近乎废人，可却也是罪有应得。忽然一声摔倒的声音自远处传来，原来是有一个人瘫倒在地，那位乃是星宿仙岛的人。他先前有事离开，回来的路上便发现他们族人所在的方向有战斗的声响，于是他没有靠近，而是躲在暗处观察。碰巧就看到他们的太上长老被楚风暴打的一幕，他不敢用感应力去观察，只能用目光确定一切。所以那些被楚风打得昏死过去的众人，在这位眼中则成为了死去之人。旁人也就算了，强大的太上长老竟也被打死，这可是吓坏了这位，甚至被吓得摔倒在地。但是他不敢在此逗留，
也不敢声张，而是赶忙起身向远处逃遁而去。而他所逃遁的方向正是星宿仙岛岛主所在的方向。他是前去求助，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动身之后，楚风的目光也是锁定了他，并且楚风此时的目光比狂暴的猛兽还要可怕数倍。如今的紫星异界与之前已是全然不同，发生了很多奇特的事情，甚至还出现了许多天才地宝，这才之前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楚世天族族长所遇到的异象不过是其一而已。时间至此，那等天地能量汇集而成的异象已经出现了3次，无一例外，所有掀起异象的天地能量都是被星宿仙岛的岛主抢夺而来。如今这位岛主正在运用星陨石吸收那第3道浓郁到足以引发异象的天地能量。相比于太上长老大人所在的位置，此地相对安静，除了虚空上异象所发出的声音外，那些星宿仙岛的众人皆是不敢言语，他们不敢打扰星宿仙岛岛主。岛主大人，不好了！可忽然一声充满惊慌的声音在远处的林中响起，伴随着那声音而来的正是那位被楚风吓到的男子。喊什么？没见岛主大人在炼化天地能量吗？有人冷声问道。虽然他的语气满是怒意，可是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岛主大人，他却将语气压得很低。而就在此时，那位已经来到近前，跪在了地上。大人，太上长老大人死了，我岛跟着太上长老大人的人全死了。那位哭诉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一道苍劲有力的声音响起，乃是星宿仙岛的岛主。岛主大人，太上长老大人，他们全都死了。那位哭诉道。死了？怎么死的？难道是遇到了如此强大的紫星异兽？星宿仙岛岛主问道。不是紫星异兽，是被人所杀。那位说道。被人所杀？听闻此话，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星宿仙岛早在当年其岛主以一己之力战胜6位掌教之后，10大势力之中便再也没有人敢与他们作对。有谁敢杀他星宿仙岛的人？是谁竟敢动我星宿仙岛的人？星宿仙岛岛主问道。是楚世天族的人。那位说道。什么？楚世天族？听闻楚世天族4个字，星宿仙岛众人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浓。区楚世天族胆敢杀他星宿仙岛的人？不对，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啊！你没看错，真的是楚世天族的人。星宿仙岛岛主问道。岛主大人，千真万确，是那个楚世天族的小辈楚风。那名男子说道。楚风？难道传闻是真的？那楚风真的强大至此？听闻楚风2字，原本觉得不可思议的众人忽然觉得事情可能是真实发生的。毕竟早在他们进入这紫星异界之前，那位蓝袍人就已经在传播楚风的事迹，所以星宿仙岛的众人对于楚风的事迹也是有所耳闻。之前他们并不相信一个小辈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可现在连他们的太上长老都被杀了，那是想不信也不行了呀！好一个楚风，我当日看在紫星堂的面子上放过他们楚世天族一马，以示仁至义尽，他现在竟然敢杀我星宿仙岛的人！现在没有人能够救他楚世天族，就算紫星堂也是保不住他们。不仅他楚风要死，我要让楚世天族所有人都要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敢与我星宿仙岛作对，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星宿仙岛的眼中怒火翻腾，说话间竟收起手中星陨石，停止吸收那磅礴的天地能量。带路，带我去找那个楚风。星宿仙岛岛主，他是要去找楚风算账。这位岛主大人，此话一出，星宿仙岛的众人也是士气高涨，杀意滔天。虽说楚风的强横让他们感到震惊，可若是岛主大人出手，他们觉得楚风也是必死无疑，不用找了。可就在此时，却有一道声音自丛林之中响起，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神色一致。只见丛林之中一道影子正在向他们靠近，那影子乃是人形，可那双眼睛却是血红，那等目光极其可怕，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类所拥有的。而最令他们不安的是，那个身影的后手中竟然拖着东西，那似是一条长蛇，但仔细一看，众人大惊，那并非是蛇，而是尸体，一具具尸体被其绑在了一起，如同一条长蛇被其拖行而来。仔细观看，他们这才发现，那些尸体乃是他星宿仙岛的人，虽然一个个皆是惨不忍睹，但却并没有死，可却也只剩下了一口气。而拖行着这些人的，则是一个年轻人，那种容貌，那种感觉，一看就是一个小辈。虽然明知道是小辈，可星宿仙岛的许多人却被吓得连连倒退，他们害怕极了，因为楚风手中拽着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星宿仙岛的太上长老，那可是一位修为在3品至尊，整个星宿仙岛的第2强者啊！楚世天族楚风，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星宿仙岛岛主开口了，若要来说的话，此时星宿仙岛的所有人中，只有他并不惧怕楚风。你打算对我楚世天族赶尽杀绝？楚风问道。你敢对我星宿仙岛动手，就是犯了死罪，你的族人一个也别想活。星宿仙岛岛主说道。本来我只是想教训他们一下，但既然你这样说了，我改变主意了。记住，他们的死是因为你。楚风此话说完，楚风手臂一挥，自其手中竟出现一把光芒长剑，长剑横扫而过，刺入地底，随后横扫而去，土壤翻飞的同时，还有血肉混杂其中。此剑过后，在楚风脚下出现了一道长达万米的深沟，鲜血正不断流入那深沟之中。死了！那些先前还有一口气的星宿仙岛众人，此时全部死在了楚风手中。见此一幕，莫说星宿仙岛众人吓得脸色铁青，就连紫星堂的人也都脸色铁青，因为那异象覆盖虚空的缘故，导致这紫星异界内发生的一切，外面都看得清清楚楚。所有人都亲眼看到楚风击败了紫星堂的太上长老，所有人也都亲眼看到了楚风刚刚抹杀了紫星堂的众位高手。那个蓝袍人说的不是谣言，他所说的都是真的。楚世天族真的出现了一位天才，强大到连3品至尊都不放在眼里。
但那个蓝袍却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个天才不仅天赋惊人，更是一个煞星，是一个恶魔。亲眼看到楚风抹杀了众位高手，星宿仙岛的许多人都被吓得说不出话，但却有一个人气得双眼通红，双拳紧握。这个人便是星宿仙岛的岛主，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你得罪不起的人。猛然间，星宿仙岛岛主发出一声怒吼，怒吼之下，威压肆虐，四品至尊的威压如滔天巨浪向楚风压迫而去。可楚风只是冷笑一声，顿时光芒四射，无形战有形，两股力量于半空碰撞，强大的涟漪吓得星宿仙岛的众位高手连忙躲避。可高手能退，周围的景物却无法退，于是涟漪肆虐，说过之处万物尽毁，就连空间都崩塌碎裂，陷入了混沌一片。在外面从那异象之中观看，更是能够看到那是怎样的破坏。结界之力真的能够抗衡修武者的威压，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竟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当亲眼看到楚风以结界之力抗衡星宿仙岛岛主的威压，却不落下风，老一辈强者都是难以置信，而小一辈强者更是目瞪口呆。毕竟大家的认知中，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只是拥有堪比一品至尊的战力，那只是堪比，大多数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若是与一品至尊全力交手，大多数都是不敌的。可楚风竟然以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身份对抗四品至尊而不落下风，并且对手还是曾以一己之力战胜6大掌教的星宿仙岛岛主。要知道紫星堂的很多人其实都看不起10大势力，可星宿仙岛岛主却是一个例外，就连紫星堂堂主都当众夸赞过星宿仙岛岛主。据说紫星堂堂主还想让星宿仙岛成为他们附属势力，甚至还有传闻同等境界之下，星宿仙岛岛主的战力无人能敌。可就是这样一位强大的存在，楚风竟然不落下风，人们自然吃惊。不管楚风能否战胜星宿仙岛岛主，但只是他此时表现出的战力已经征服了许多人。猛然间巨响连连，楚风的结界之力变得越发凶猛，竟开始压制星宿仙岛岛主的威压，向星宿仙岛岛主靠近。见此情形，星宿仙岛岛主也是眉头紧皱，从他那狰狞的脸上可以看出，他此时在施展全力催动他的威压去抵挡楚风的结界之力。可尽管他已经施展全力，但面对那如同洪水猛兽却无穷无尽的结界之力，他竟然难以反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磅礴的结界之力铺天盖地的向他缓缓逼近。枪！眼看不妙，那星宿仙岛岛主的手中竟出现了一把弯刀，那乃是半程尊兵。半程尊兵出现之后，其战力顿时大振，无形的威压形成反扑之势，向楚风压迫而去。可只见楚风冷哼一声，轰的一声巨响竟在楚风体内传来，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更为磅礴的结界之力如同火山喷发，开始源源不断的自楚风体内释放。那结界之力比先前的结界之力更为神圣，更为璀璨，也更为强大。在新的结界之力催动之下，星宿仙岛岛主的威压再度遭到了压制。这一幕莫说将小一辈们看得傻了眼，就连老一辈强者们也同样是目瞪口呆。虽说只是威压的碰撞，还不是真正的对决，但向来以强大战力著称的星宿仙岛岛主竟然遭到了压制，并且就连他使用半程尊兵后还同样遭到了压制。这让人们看向楚风的目光简直不像是看待一个人，因为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拥有这样可怕的战力。这一幕不仅仅外面的人看到了，那在紫星堂境的深处，在那座大殿之中阵法之前的紫星堂堂主和太上长老庞悠扬也是看到了。堂主大人，庞悠扬的面容就好像受到了惊吓一般，此时将目光投向了自家的这位堂主大人，而紫星堂堂主的眼中竟也同样布满惊叹之色。看来这个不起眼的楚氏天族是出了一个不得了的后辈。紫星堂堂主叹道：堂主大人，这楚风不能留，以他的天赋，就算我紫星堂……庞悠扬有些忌惮，所以此话并未说完，但紫星堂堂主却是领会到了他的意思，补充道：你是想说，以他的天赋，就算我紫星堂也难以阻挡，他迟早会超越我，属下冒犯，请堂主大人降罪。庞悠扬赶忙跪在地上：起来吧，你说的没有错，此等天赋，老夫生平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小辈，除了上星域那个几个庞然大物中的天才外，怕是小辈之中已经无人能够与他比肩。他若成长起来，莫说是我紫星堂，就连中星域的那些势力也要被其踩在脚下。这样的天才若能顺利成长，必将登顶上星域的舞台。紫星堂堂主说这话的时候也是充满感慨。堂主大人，其他势力与他们并无过节，但我紫星堂则是不然。此子如此记仇，而我紫星堂也曾刁难过他楚氏天族，我看他多半会使我紫星堂为敌。庞悠扬说道：你说的对，此子的确不能留，但就算杀他，也要等到他从紫星异界出来之后，并且要暗中抹除，否则会被人议论。紫星堂堂主说道：大人，此子便交给老夫吧。庞悠扬说道：还是我亲自来吧，我不想出现差池，否则以此子的性格，后患无穷。紫星堂堂主说道。听闻此话，庞悠扬他不仅没有不高兴，反而面露喜悦。他怕的就是他们的堂主大人不重视楚风，眼见着堂主大人如此重视楚风，他便放心了。在他看来，这等天才必须铲除，就算楚风不与他紫星堂为敌，也需要铲除，否则日后楚风成长起来，便会将他们紫星堂踩在脚下。身为压制一气星域的势力，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发生。人性之恶便是如此，素不相识的人，就算过得比自己好，那些恶人也觉得理所应当。可若是那些他们认识并且本比他们过得不好的人突然超越了他们，那他们就会非常的不爽，会极力的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哪怕无冤无仇。不过也许不用我出手。忽然
紫星堂堂主说道：“堂主大人难道觉得星宿仙岛岛主可以战胜这楚风？”庞悠扬问道。威压对决，楚风的确占尽优势，可威压只是修武者的基础，修武者真正强大的乃是技法的运用。等到星宿仙岛岛主施展全力，楚风多半难以应付。紫星堂堂主说道。的确，庞悠扬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开始了。忽然，紫星堂堂主与庞悠扬都将目光投向了上方，看向了虚空之上，那能够映射出紫星异界内情况的浩瀚异象。原来是星宿仙岛岛主出手了，他不再是运用威压与楚风硬抗，换句话说，是在他运用威压无法与楚风抗衡之后，他开始施展仙法。眼下其手中的半城尊兵如同一把令箭，虚空之上磅礴的武力化成千军万马，受那令箭所控。星宿仙岛岛主这一出手便是九段仙法，但这可不是寻常的九段仙法，那是真正的千军万马。可受其调遣，星宿仙岛岛主曾运用这个仙法屠灭了一个魔宗，千军万马向楚风攻去，整齐有序，踏空而行，在那虚空之上发出阵阵轰鸣。但在星宿仙岛岛主的操控之下，那千军万马并未茫然进攻，而是形成包围之势，从四面八方将楚风团团包围。虽然还未真正的发动进攻，可楚风之前所释放的结界之力却已被那千军万马所压制了下去，这让许多人都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觉得楚风面对认真的星宿仙岛岛主，怕是难以抗衡。出手了，那军队中的弓箭手同时拉弓射箭，那箭矢如同暴雨一般自四面八方向楚风攻去。而面对那箭矢，楚风却站在原地不闪不躲。众人本以为楚风是放弃了抵抗，可谁曾想，眼睁睁地看着箭矢靠近，楚风却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但众人还来不及多想，那箭矢已是来到楚风近前。那箭矢不仅数量极多，且个个威力极强，若是落在楚风身上，楚风必然魂飞魄散，肉身都会被射得粉碎。见此一幕，有些惜才的老一辈甚至扭过头去，不敢再看，不忍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少见的天才就这样被人抹杀。只是当那箭矢靠近之后，却在楚风的1米开外全部弹射开来，不仅没有一根箭矢能够伤到楚风，反而是那被弹射开来的箭矢粉碎开来。而当那箭矢被弹射之后，若隐若现间，楚风的周围竟有符咒涌现，那旋转的符咒如同护卫一般，将楚风护在其中，守护阵法。大家明白了，难怪楚风有恃无恐，原来是他早就在其周身布置了如此强横的守护阵法，强横到就连星宿仙岛岛主的九段仙法也是难伤其分毫。哼，早就料到了。然而星宿仙岛岛主却并未慌张，只见其手中的半城尊兵再度挥动，那些先前射出箭矢的弓箭手竟然变化，他们的肉身开始碎裂，化作光芒体。那光芒体融入到刀斧手中的兵刃之中，于是那些刀斧手的兵刃开始闪烁出奇异的光芒，只用看的也能感受到那刀斧手手中的兵刃变得更加锋利。兵种相融，来此仙法大成之势。相融之后，此仙法的威力可是堪比尊境武技。见此一幕，场外有人发出惊呼：星宿仙岛岛主所使用的九段仙法乃是星宿仙岛内极难修炼的一种，它的难度就连至尊境的强者都是难以掌握，而最难掌握的就是眼前这种变化。若是能够掌握这种变化，那么这九段仙法将得到升华，其战力堪比尊境武技。糟了，楚风那结界阵法就算挡得住先前的攻势，但绝对挡不下这种攻势，因为这仙法已经蜕变，它的威力已经超出了仙法的范围。楚风若还不逃跑，必死无疑。场外许多老一辈的强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可就在此时，楚风大袖一挥，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释放而出，怒吼连连，光芒蜕变，竟有一条巨龙出现，金光璀璨的巨龙长达几万米，巨龙龙尾摆动，天崩地裂。星宿仙岛岛主以仙法凝聚而成的大军，在那龙尾扫动之下，已是化成了粉碎。这一刻，场内场外无一例外，众人皆是满面惊容。怎么会？见到这一幕，众人傻眼了。那可不是寻常的九段仙法，而是大成的九段仙法，是接近尊境武技的九段仙法。可就是如此强悍的仙法，竟被那条巨龙如此轻松的便抹杀，这让人们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他们似乎还是低估了楚风的战力。这个年轻人到底能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天下间竟真有如此可怕的怪物，开眼界了！今日真的是开眼界了，此次真是不虚此行啊！此时不少人发出这样的呐喊，他们兴奋不已，激动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们都觉得他们见证了一个天才的诞生，而这样的天才很可能是他们此生所见过最强的天才，甚至他们觉得他们见证的乃是一个传奇的诞生。如此厉害的天才定然能够在圣光天河内闯出一片天地，定然能够铸造出属于他的传奇。楚风不属于一气星域，甚至不属于下星域，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有资格名扬整个圣光天河。这家伙面对这样的楚风，旁人欣喜，可星宿仙岛的众人却皆是愁眉苦脸。事到如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来自楚世天族的年轻人乃是一个怪物。可偏偏这样的怪物如今却是他们的敌人，这让他们非常的害怕。事实上，看到此时的楚风，就连星宿仙岛岛主也是眉头皱起。本来他以为依靠这九段仙法就能够击败楚风，谁曾想这九段仙法在楚风面前却依旧不堪一击。尤其是看到那条光芒璀璨、栩栩如生、宛如真龙一般的存在，此时却如同护卫一般在楚风周身盘旋，这让他意识到楚风的战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有点意思。忽然，星宿仙岛岛主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随后只见其将会手中的半城尊兵抛弃，将其丢到半空之上。来到半空的半城尊兵忽然有了变化，就好像释放了天性一般，出
楚风能够感受到那半城尊兵所释放出的威压，那是属于半城尊兵自己的威压，那是半城尊兵内的生命。苏醒了，刷刷撒胡。与此同时，星宿仙岛岛主双手叠加，捏出法印。此时他的身上也是有了变化，只是楚风说不出那是怎样的变化。忽然，他大嘴一张，竟有紫色雷霆自其口中喷出，那紫色雷霆自其口中掠出，竟向那半城尊兵汇集而去。此时，那半城尊兵不仅紫雷缠绕，更是开始变化。一条紫色的雷霆巨龙以那半城尊兵为根基应运而生。这条释放紫色雷霆的巨龙，竟也是长达几万米，并且那威势比楚风那条结界巨龙更胜。就连星宿仙岛岛主站在这条巨龙之后，气势竟也远远不如。那是星宿仙岛的最强技法二段尊境，尊境紫雷赋。有人认出了那紫色雷霆的来历，原来这是星宿仙岛的镇岛武技，也是星宿仙岛最强的武技尊境紫雷赋。原本是一种如同铠甲一般附身在施展者的身上，使其攻防一体、战力大增的武技。可星宿仙岛岛主却可将其附身在半城尊兵之上。半城尊兵本就具有生命，得尊境紫雷赋的帮助，可使其战力大增。当初星宿仙岛岛主就是凭借着尊境紫雷赋击败了朱天门等6大势力的掌教，此计一出，就代表他是认真了，因为这乃是他的最强手段。倘若这一击他还是无法击败楚风，便代表他可能不是楚风的对手。楚风他能接得下这一击吗？众人心中都有着这样的疑问，但同时也有着深深的期待。大部分人来说，这场战斗与他们无关，可观看至此，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却都希望楚风可以获胜，毕竟这一战事关生死。星宿仙岛岛主有错在先，就算死也是死有余辜。可楚风若是死了，那可就代表着一位绝世奇才陨落至此。紫星异界内，楚风也在观察着那条雷霆巨龙。自打那雷霆巨龙凝聚而成，楚风头顶的虚空也是出现了变化。楚风以结界之术所凝聚的光芒巨龙，虽说栩栩如生，神圣无比，但从威势上来说，似乎并不如那雷霆巨龙。因为当那雷霆巨龙出现后，虚空之上不仅阴云密布，其中更是闪烁着紫色的雷霆。那等威势，楚风能够感觉得到，这星宿仙岛岛主的确是有着一些本事。结界之术不过是故弄玄虚之法，但是武力却是真材实料。弱就是弱，强就是强，武力不会说谎，否则这片天地也不会叫做浩瀚修武界。你以为你的界灵之术出众就能够战胜老夫？老夫今日就让你知道，结界之术再强，终究难与修武者抗衡。界灵师永远也不可能超越修武者。这个天下终究是修武者所主宰的天下，而你界灵师不过是配角而已。此话说完，星宿仙岛岛主便发出咆哮。与此同时，双手向前一推，那条雷霆巨龙便张着血盆大口，携带阵阵龙吼，向楚风攻了过来。但楚风也不甘示弱，意念转动，那缠绕着他的光芒巨龙也同样向雷电巨龙攻了过去。龙吼阵阵，风云突起，两条巨龙已是站在一处，那方天地都被紫雷与耀眼的光芒所覆盖。可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紫雷渐渐减弱，而那光芒则是越来越盛。很快，有高手看清了原因所在，两条巨龙虽然缠斗在一处，可却是楚风催动的光芒巨龙占据了上风。两条巨龙宛如真龙一般，在虚空之上以最原始的方式战斗。雷霆巨龙不仅威势滔天，其攻势也是非常凶猛，但却皆被光芒巨龙躲过，反倒是光芒巨龙的利爪与牙齿不断落在雷霆巨龙的身上，这使得雷霆巨龙身上的鳞片不断脱落，气息也是越来越弱。楚风他竟强大至此。见此一幕，众人虽有所预料，但仍感觉难以置信。他们虽然早就知道楚风战力滔天，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真的强大到连施展全力的星宿仙岛岛主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是依仗结界之术便能够压制住星宿仙岛岛主的二段尊境。该死！但此时若说内心最复杂的，却当属星宿仙岛岛主。这尊境紫雷赋已是他的最强手段，若是此计都无法战胜楚风的话，那不仅他要死，他星宿仙岛也要灭亡。想到这里，星宿仙岛岛主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你们速速离开此地！星宿仙岛岛主看向了身后那群已经躲在了远处的手下们。岛主大人，难道说您……看到星宿仙岛岛主此时的目光，他们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岛主大人，万万不可呀！岛主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您不能走这一步。一时间，星宿仙岛的众人竟然哭诉哀求：快滚！再不滚，我就宰了你们！可星宿仙岛岛主却是怒喝一声，与此同时，他的杀意竟然覆盖了星宿仙岛的众人。他不是开玩笑的，若是这些人再不走，他真的会杀了这些人。见此情形，星宿仙岛众人虽然很不情愿，但却也没得选择。在苟活和忠心面前，他们选择了前者。于是，星宿仙岛的众人纷纷逃窜，逃到了更远的地方。当自己的手下逃走之后，星宿仙岛岛主才将目光投向楚风。楚风能将老夫逼到这个地步，你也算有些本事。但一切结束了，但在你临死之前，我可以让你死得明白一些。星宿仙岛岛主说道。你想说什么？楚风问道。我说灭你楚氏天族，就一定灭你楚氏天族。所以当你死后，不要难过，因为你的族人很快就会下去陪你。星宿仙岛岛主此话说完，手腕一转，竟有一颗暗黑色的石头出现在其手中。看到那颗石头，楚风顿时神色一动，随后楚风不再犹豫，而是施展全力，催动那条光芒巨龙向星宿仙岛岛主攻去。因为楚风注意到那颗石头非同小可，那颗石头并非禁药，但却有着与禁药相同的力量，只不过那股力量
却比镜要强大许多。楚风觉得星宿仙岛主已经走投无路，这个时候拿出这样的东西，必然是打算和自己鱼死网破。而楚风不知道那黑色的石头到底具备怎样的力量，以防万一，必须先发制人，不给他使用那黑色石头的机会。只是当楚风想运用光芒巨龙将星宿仙岛主抹除的时候，星宿仙岛主所凝聚的那条雷霆巨龙却缠住了楚风的光芒巨龙。虽说光芒巨龙占尽优势，可若要除掉那雷霆巨龙，却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事。而就在此时，只听咔嚓一声，星宿仙岛主竟将手中的石头捏成了粉碎，石头破碎便化作了暗黑色的气焰，缠绕在其手掌之中。随后深吸一口气，那暗黑色的气焰便被吞入紫星仙岛主的口中。气焰入体，紫星仙岛主便立刻发出了痛苦的哀嚎。他不仅哀嚎声惨不忍睹，他整个人看上去也是惨不忍睹。他的皮肤开始碎裂，面容开始撕毁，是那黑色的气焰，暗黑色的气焰自其体内释放而出，竟将其肉身破坏开来。可是很快，暗黑色的气焰开始相互交融，竟然使得星宿仙岛主的容貌恢复。只是此时的星宿仙岛主竟比先前的身躯大了足3倍。不仅如此，他的身上依旧缠绕着暗黑色的气焰，就连双眼也是变得漆黑，整个人都变得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魔鬼。难道说这是那星宿仙岛的最强功法，星宿仙法的最高境界之一——魔化？所以刚刚他所服用的石头碎片乃是让其达到魔化之物。有人发出惊呼：是魔化了吗？听闻此话，众人大惊。了解星宿仙岛的都知道，星宿仙岛的星宿仙法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功法。星宿仙岛主正是依靠这星宿仙法，才使其战力极强。也正是凭借着星宿仙法，他才能够以一己之力战胜诸天门等6大势力的掌教。但星宿仙岛主所修炼的星宿仙法，也只是大成境界，却并没有达到星宿的最高境界。星宿仙法的最高境界分为2种，一个是仙化，一个是魔化。星宿仙岛这么多年来，只有第1代掌教将星宿仙法修炼至仙化的境界，在此之后，星宿仙岛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将星宿仙法修炼到仙化的地步。虽然没有人修炼到过仙化的地步，可是却有几个人曾达到过魔化的境界，同为星宿仙法的最高境界。魔化的力量甚至比仙化还要强上一些，只是唯一不同的是，仙化需要修炼上去的，除非拥有足够的天赋，否则难以达到。但魔化则是不同，魔化无法修炼，但却可以通过特殊的药物来获得。但那药物比禁药还要凶猛，禁药反噬虽强，可只要方法得到，却也有药可医。但若是服用了星宿仙岛，那可以让其达到魔化的药物，虽能在短时间之内获得魔化的力量，可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本来人们还不明白星宿仙岛主为何要将那粉碎的石头吞入口中，但现在他们明白了。看着星宿仙岛主此刻的模样，大家都已经明白了一切，那应该就是星宿仙岛内可以让其获得魔化的药物。难怪星宿仙岛主先前让星宿仙岛众人撤离的时候，他们会那样不情愿。显然他们已经知道星宿仙岛主要这样做了，但其实人们也能够理解，那楚风太强了，强大到连星宿仙岛主所施展的2段尊敬武技都无法战胜楚风。楚风杀意已决，星宿仙岛主没有选择，要么胜，要么死。虽说运用药物使其获得魔化的力量，最终的结果也是死，可至少在临死之前，他还能够将楚风杀死。猛然间，那星宿仙岛主发出一声怒吼，怒吼之下，天地震颤，自其口中有形的声波向楚风狂扫而去。在那声波笼罩之下，那条光芒璀璨的巨龙竟然开始分崩瓦解。那能够将2品尊敬武技压制住的巨龙，不过眨眼之间便被那声波彻底摧毁。在那声波的摧残之下，楚风虽然并未受伤，可却也是连连倒退。但要知道，那声波可是摧毁了光芒巨龙的声波，此时落在楚风身上的不过是余波而已啊！这让人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楚风就算战力再强，可面对已经魔化的星宿仙岛主，还是难以抗衡。太可怕了，这便是魔化的力量。虽然其修为还是4品至尊，但这等战力已经无限接近5品至尊了吧？人们再度看向楚风，眼中充满了同情。楚风真不该逼迫星宿仙岛主，这根本就是一条疯狗啊！他疯狂到就算死也要将楚风拖下水，可惜，真是太可惜了。这样一个天才，难道就要陨落至此？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死定了。面对已经魔化的星宿仙岛主，楚风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小鬼，我要你死！星宿仙岛主再度开口，只不过他此刻说话的声音竟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他的声音根本不像是一个人类所具备的，那声音比猛兽还要恐怖。而当他此话说完之后，手臂对着虚空猛然一挥，一道暗黑色的剑气自其手臂释放而出。那剑气长达万米，横扫虚空，劈斩一切，以抹杀所有之势，向楚风攻了过去。然而就在那黑色的剑气即将靠近楚风之后，竟然开始消散开来。不，准确来说，是那剑气遇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是那力量将那剑气硬生生的抵消开来。难道说楚风他连魔化的星宿仙岛主也能应对？人们看向楚风，眼中充满了惊色。是你？可谁曾想，就连楚风也是目露诧异。不过人们的惊讶的目光是看着楚风，但楚风诧异的目光则是看着他的身前。忽然之间，楚风身前的空间一阵蠕动，随后一道身影竟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那位乃是一名女子，她便是之前负责跟随楚风一同进入紫星异界内的女长老。是她。看到这位女长老，场外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尤其紫星堂的人更是如此。看到那名女长老之后，就连待在禁地之中的紫星堂堂主也是大为吃惊。于是
紫星堂堂主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太上长老庞悠扬，他怎么进去了？堂主大人，我也不知道啊。庞悠扬也是一脸的不解，原来这名女子根本就不是寻常的女长老，她乃是紫星堂天赋最强的天才，甚至她已经被认为是紫星堂未来的主人。紫星堂堂主迟早会将紫星堂堂主之位交给她，她便是紫星堂堂主的三女儿李梦月。这丫头，她为何要帮着个楚风？她不要命了吗？紫星堂堂主的脸上充满了怒色，但眼中却涌动着不安。为利奥得到紫星异界内那传说中的至宝，他紫星堂本不该参与任何势力的争斗，所以他担心其女儿的插手会改变此地的格局。但他更担心的是他女儿的性命，毕竟此时的星宿仙岛岛主已经魔化，必死无疑的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堂主大人，我这就去将三小姐带回来。庞悠扬此话落下之际，他的身影已经离开了此地，向紫星异界的方向行去。此时李梦月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因为李梦月不仅实力强横，更是身份超然。不过这位天赋出众的三小姐虽然古灵精怪，但却也是非常的高傲。据说她与自己的兄妹关系都不是非常的好，乃是一个除了紫星堂堂主之外少有人能够接近的冷酷存在。为何今日会帮助楚风呢？难道他们早就相识？但是众人不知道的是，看到这样的李梦月，其实就连楚风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楚风虽说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但是他之前与李梦月的接触却并没有发现李梦月竟然如此厉害。他乃是一名四品至尊，但是就凭他能够轻松挡下紫星堂堂主的那道斩击，就足以看出他的战力非常强横，远非寻常的四品至尊可比。毕竟施展出那道斩击的可是魔化后的星宿仙岛岛主，这件事与你无关，你走吧。楚风对李梦月说道，与我无关，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紫星堂的界内，而在我紫星堂的界内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和我紫星堂无关，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吧。你这小鬼就老实躲在姐姐我的身后，看姐姐处理。李梦月此话说完，便将目光投向了星宿仙岛岛主。喂，老家伙，你知道我谁吧？我名为李梦月，乃是紫星堂堂主的女儿，不如你给我一个面子，此事就此作罢，可好？李梦月笑眯眯的对星宿仙岛岛主说道。滚！可谁曾想，面对李梦月的话，星宿仙岛岛主的回答竟然如此的不给面子，给脸不要是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面对星宿仙岛岛主那凶狠的态度，李梦月不仅不怕，反而是脸色变化，甜美的笑容从她的脸上消失，在她那精致的脸颊之上竟然涌现出了凶狠之色。想死？那老夫就送你一程。突然间，星宿仙岛岛主出手了，他身形一纵，竟化作滔天黑焰，直奔李梦月而去。而李梦月不仅不惧，反而手腕一转，亮出半成尊兵，向星宿仙岛岛主飞掠而去。眨眼之间，二人已是站在了一处。不过虽然李梦月战力极强，但是面对已经魔化的星宿仙岛岛主，还是节节败退，只是几个回合便陷入了劣势之中。